女子举重更改级别后的奥运级别是49、55、59、64、76、87公斤级和87公斤以上级。根据规则，东京奥运会女队也只能参加4个级别，原来的优势级别69公斤级被取消，最接近的71公斤级则被列为非奥项目。面对新规则，竞争更加残酷的女子格局，世锦赛上首次参赛的3位小将张望丽、王周雨和敖辉实力雄厚，分别赢得71公斤级、76公斤级和87公斤级的总成绩冠军，这也让中国举重队为东京奥运会女子级别有了更多选择。其实很懵，没什么感觉有点意外，有点惊喜。就是虽然拿冠军了，但是实力还是不足。最后一把的话，152就想去拼，就没有其他的杂念，然后就想我要如何把它举起来，然后才能拿到这个冠军嘛。往往就是不要想太多，反而结果还算很好的。好激动啊！因为从小吧就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有破纪录的一天，只是听他们说啊破纪录好厉害好厉害，没想到我也可以破纪录。近些年来，孟苏平和俄罗斯名将卡什利娜每次在国际赛上相遇都是一番苦战。2016年里约奥运会，卡什利娜未能参赛，孟苏平夺冠。这一次，两人再次同场竞技。卡什利娜在抓举试举失败一次的情况下，依旧领先孟苏平2公斤，并且以145公斤打破抓举世界纪录。挺举比赛，29岁的孟苏平试图缩小与对手的差距。卡什利娜3次试举全部成功，并且以挺举185公斤，总成绩330公斤率先完成比赛。这样的话，逼着我们必须举188了。仍然还有一次机会的孟苏平开出188公斤的重量，试图反超对手，但是没能成功。最终，他以327公斤屈居亚军。很遗憾的，太可惜了。没能拿到这个金牌，算是遗憾吧？还是这都挺正常？我觉得还可以吧，已经把自己就是全部能发挥出来都发挥出来了。有一点点遗憾。这个是对手太强，还是我们的策略有问题，还是过往1年参赛少？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？还是自己的原因吧，因为在赛前的话没有练到应有的那种水平吧，就是赛前最好抓140，挺180。如果赛前挺到185，比赛188也能起得来。总有这么个人压在你头上，是吧？对，还没赢过他。那时候甩的距离比较大，10几公斤，最高15公斤、17公斤的样子。这次差距是多少？3公斤。3公斤，那这个希望已经出现了，曙光已经出现了。他是不是在往下坡走？我感觉他这次的竞技状态有点下滑。我觉得我的竞技状态比他好，虽然最后一把没起来。这次3公斤已经非常接近了，比赛中一定有很多的战略战术的这种较量，给我们透透底。当时是咱们怎么用咱们自己制定的这个战略和战术跟他在博弈？在比赛之前没见着他，就是在赛区的时候都没怎么见到他，因为他们国家离土库曼斯坦很近，然后2个小时就到了，然后在赛前称体重才见到他。我就抱着一种信心，我这次我就算我举不过你，我要吓死你。气势上给你压力是吧？对。但有没有那种就是说，真的对东京开始有自己的新的畅想了？有啊，我不光想东京赢他，我想2019年世锦赛我想赢他，我想这2次都想赢他。这种信心还是很宝贵哈。那我们能感觉到里约之后，你比以前更快乐了。对。这种快乐给我描述描述。就觉得就是关注自我，然后看到自己进步的地方，看到自己慢慢强大的一些地方。里约奥运会之后，你的变化大吗？挺大的。说说这些变化。觉得经过那么大的一个大型比赛历练，我感觉比以前更成熟了一点，抗压能力更好了一点。成熟是哪方面？对有些东西比较能看开一点点，不再那么纠结。以前纠结就是胜负嘛，就是金牌与银牌的纠结。有。那现在也不允许你看得过开，你还是得金牌使命啊！
这个心理怎么去调整？不去那么过多的、过重的去看对手，就是更多的是关注自我。有什么困难吗？困难也有。什么困难？对你来讲，什么是最大的困难？最大困难伤病，一个是伤病，二个就是，年龄大了，这恢复的就比较慢一点。然后有些时候会比较吃力一点点。这个还用别人督促吗？不用。不用别人督促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感觉到的，也是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，然后自己想办法去解决。我觉得我能战胜这些困难。回望2018年，中国举重队淡出国际赛场1年时间，经历一波三折之后，迎来了世锦赛复出之战。尽管世锦赛独占鳌头，但男女队仅3、4个级别占据明显优势，小级别更是受到冲击。遥望东京奥运会，中国举重队急需补强短板，树立信心，重新启程。就以拼的一种形式去备战，自己要往更高的层次走，要防止别个超赶你。踏实的训练好每一天，然后争取就是说能登上最高的舞台，突破自己，这是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，突破到更高的一个层次。不要太着急吧，把自己跟着教练好好配合，把自己练好练实，走好每一步，把过程做好，然后再看结果。